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昨天讲了发质和天然色度的分析，还要分析底色，什么是头发的底色，对吧 ？OK， 大家也很清楚了。除了分析头发的底色以外呢，头发上面还有什么人工色素的残留，我刚刚也给大家讲了，对吧？人工色素的残留多和少，还有一个知识叫做透过人工色素看底色，不是所有的都能看，对吧？但是有一些大家经常看，经验多了就可以透过人工色素看底色。我以前呢是经常以前经常做秀啊，做这种发型秀，会经常选模特，因为选着呢，我就很有经验了。经验到什么程度呢？当这个女孩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如果她穿衣服是正常的情况下，我就能够基本上差不多能够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三围。就是能知道这女孩子三围，因为我们选模特，她都会给这个女孩子的三围嘛。我每次看完这个三围，这个女孩子走过去，时间长了就很有经验了，所以这个女孩子一走过去，她大体的三围我就能看，就心里就有数了。就跟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经常去看这个头发，经常看头发上面有没有人工色素，人工色素残留多和少，你们就时间一长，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可以透过人工色素来看什么？看底色了。它不是一个有标准的一个技术。好吗 ？OK，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白发的比例和是否怎么样遮盖。因为我们在发廊当中呢，有很多的头发呀，不是说大家想的，全部就是我们那个染颜色的，还有一些是什么？是白发，对不对？还有一些是白发。那白发呢，我们怎么去判断和去遮盖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好，sorry， 来大家看一下哈。那我们呢是把白发呢分为两种当我们遇到这个客人他需要遮盖白发，在针对于盖白发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分成两种可以分成两种。来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称它为这种头发就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的局部的白发一块一块的局部的白发。另外一种呢，我们称它为叫做分散性的白发那我们在这个盖白发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拿黑板给你们讲，你们会更清晰一点刚刚那个是局部的来，我把这个擦掉。针对于遮盖白发，首先这个客人来了以后，我们是要针对于他的白发来分析的，对吧？我们来分析他的白发 OK。 那白发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分析他的白发属于哪种情况。我们的白发分为两种，第一种白发我们称它为叫做抗拒性的白发 OK， 抗拒性的白发，这种白发特别难被覆盖或者会被盖白。第二种呢，我们称它为叫做正常的 OK， 然后分散型的两种，一种就是抗拒型的白发，一种是正常分散型的。什么样的白发是属于抗拒型的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什么？局部的，就这一块白发特别多 OK。 还有呢，就是这个白发呀特别卷曲，你感觉特别光亮就感觉特别的难被覆盖。这些所有的情况我们都称它为叫做抗拒型的白发是什么？局部的，这个局猜一下，局部局部的 OK。 还有什么比较卷曲的这样子的白发它是比较难覆盖的，这种白发属于抗拒性的白发。除此以外，剩下的白发这种分散长的，我们统称为什么？统称为叫做什么？正常的白发那针对于抗拒性的白发我们怎么操作呢？在我们染白发之前，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针对于这些抗拒性的白发先干嘛呀？先做一个白发打底先针对一个白发打底。针对于这些白发我们做什么呢？用基色加水1:1用基色加水1:1，先涂在这些白发上面先涂在这些白发上面。涂好了以后，我们等个5到10分钟的时间，
然后再正常的去染头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问啊，很多人问老师要不要刮掉？不需要刮掉。老师要不要冲水？不需要冲水，不需要冲水。基色加水1:1，涂在这些白发上面，抗拒型的白发上面啊。那这个基色用多少的啊？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用5度的基色啊，用5度的基色。有很多人说老师，我用6度的基色可不可以？这种抗拒型的白发它非常的难被遮盖，你还选择一个6度的基色，你就选择4度或者5度的基色加水1:1，涂在这些抗拒性的白发上面就可以了。OK， 那涂好了以后，我们再按照正常的像正常遮盖白发一样去操作啊。那我们正常遮盖白发的时候是怎么遮盖的呢？有很多的这些你们以前的老师啊，还有产品公司的老师 OK， 还有一些发型的老师都会给你们很多种方法。什么方法呢？告诉你啊，目标色啊加同度的基色，加1/3加1/4，很多这种方法，还有加深1度的基色，有没有这样子的啊？是不是有啊？很多啊。那不管是加同度的基色也好，还是加深1度的基色，甚至你加浅1度的基色，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到底加哪个，是取决于你到底遮盖这个白发想要的效果是什么。不要死记硬背，千万不要死记硬背。什么意思呢？这个我要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按照这个方法去盖白了，盖完以后你就跟我说了，老师我没盖住，你这个方法一点都不好。你要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调节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用的染膏，它的基色的遮盖率都是不同的。有一些店里面的染膏，你用6度的颜色加5度的基色1:1，完全就可以盖住白发。但是有一些人的店里面的染膏就不可以。那不可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调节的加的基色要深一点呀？这样子才能遮盖住。对的，所以你们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调节，千万不要学习死记硬背的东西。就像我的课程，我从来不会教你配方，这个加这个加这个，不会的。我只是把知识输入给你，你到底怎么用，你自己的脑袋怎么样，自己转起来。你怎么用是用你自己的脑袋自己转起来，自己去搭配自己使用，按照当时的情况去用的，明白吗？我从来不会教给你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吧？那针对于这个盖白发，举个例子哈，我们选择的人工色素，也就是说，我用目标色来说吧，我们的目标色啊，目标色加什么呀？加基色，对吧？加我们说的基色。正常遮盖白发就是我们的目标色加基色。OK， 那目标色加基色到底是加同度的基色，还是深1度的基色？深1度的基色，还是浅1度的基色？取决于谁呀？是取决于你自己啊。为什么说取决于自己？还有加多少啊？目标色和这个加多少也是取决于多少，但是我一会儿可以给你个参考比例啊，取决于自己你想盖的效果啊。那说到这个遮盖白发呢，我再多说几句话啊，多说几句啊，大家仔细听。我认为遮盖白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大家记得遮盖白发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发廊当中会变成大家的一个疑问或者是一个技术点，是因为遮盖白发，客人又想遮盖白发，又想干嘛？又想染上颜色，他想完成这2个情况，所以你们会怎么样？左右为难，对不对？他又想把颜色染得很浅，然后他又想把白发盖得很好，你就会左右为难。然后他的头发又不给你漂浅，他就是用染膏去染，就想达到白发和黑发完全一致，然后颜色还很浅。这个时候你就会左右什么？左右为难。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外面的公交车2块钱一张，这个票，它是空调的公交车2块钱一张，他偏要花1块钱要坐这个空调的公交车，他偏要花1块钱，因为这个东西是排斥的呀。那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去解决呢？大家记得啊，对于客人来说，你们更想是让客人满意出去，对不对？但是一般不满意啊，像南方人这边说的叫什么翻毛腔啊，北方那个是什么啊，发火了不给钱了，对吧？那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沟通。什么叫做沟通？就是客人想要的感觉和你给他做的感觉有了偏差，好，当这个客人有白发又想染颜色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去沟通，要了解这个客人到底盖白发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还是染颜色特别重要。有些人说，老师，他这两个都重要，没有两个都重要，你只能在沟通当中了解。为什么？你只有了解到了，你才能够非常清楚的来加这些东西。如果你了解到，哦，他特别在意盖白，我们是不是基色可以加深一点，对吧？他特别在意这个白发要盖得住，我这个基色是不是可以加深一点？那如果你了解到说，哦，他又想盖白，但是主要颜色要怎么要漂亮一点，我们基色可不可以浅一点？基色完全可以浅一点，对吧？加什么东西，加多少都取决于你跟这个客人的沟通，来最终的了解他再去加的，而不是按照我给你个东西死记硬背去加的。有可能这个客人染完了这个白发怎么样？哇，白发盖得特别好，哦，我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到前台不给你钱，你说，哎，白发给你盖住，你干嘛不给我钱？这是黑不拉几的，我给你什么钱？哎，好了，他不给你钱。等下次呢，他来染头发的时候，哎呦，我这次怎么样啊？把头发的颜色给他染得蛮浅的。他到前台又不给你钱，他说你看我这白发，你看都透明都盖不住，我怎么给你钱？他又不给你钱，你说你怎么办？你这样子搞他也不给你钱，这样子搞也不给你钱，你是不是左右为难啊？能理解我意思吧？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所以加哪一个基色，我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按照你当时的情况。如果他白发特别多，他特别在意，哎呦，我这个白发一定要盖住，好，你就加深一点的，或者这样子，或者加多一点都可以，加深一点的基色，好不好 ？OK， 好，那加的比例是多少呢？加的比例是多少？就是到底我加这个基色加多少呢？对吧？有很多的比例，有呢1:1的，就是一半一半，就是这里加一半，这里加一半，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加多少啊？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啊。一个是3/4，还有一个1/4的。那这个能理解吗？什么是3/4？ 3/4，假如说用克来说的话，它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学习不好，因为我在第1期和第5期的时候，有很多人，我说完这个以后，很多人来问我，老师1/4和3/3是什么？当时给我整愣了。我说这个3/3和1/4就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染膏是100克，这个是多少啊？这是75，这是多少？这是25克。那上面的是什么呢？都是50克，都是50克，一样的，能明白我意思吧？还有1/3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加多加少的这个东西哈。然后讲到这里呢，这些克按照什么来说呢？是按照白发的比例我们都会有白发的比例，就白发到底它是50%以上了还是50%以下了？但是这个概念呢，我有听说过，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这个教育机构他们认为的一个概念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下面有很多学生特别的赞同因为我看到他们发抖音了，有人上课，我觉得很奇怪。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你的配方1根白发能盖得住，对吧？100根白发就也能盖得住。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挺有道理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1根白发能盖得住，100根白发、1000根白发就能盖得住，是不是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对吧？哎，对哦，是的。所以白发根本不需要去分它什么20%、30%、100%，或者70%，一根盖得住都可以盖得住。很多人听的都很有道理，这是叫做屁话，懂我意思吧？如果我在下面的学生，我会说的他哑口无言，这叫屁话。1根白发在头发上明显，还是100根白发在头发上明显？我们盖白是通过视觉去让这个颜色怎么样看不见的。1根白发和100根白发和1000根白发在头发上跟黑发对比，哪个明显？那肯定是多了明显嘛，是不是？那这个明显，我们就要通过更多的颜色把它遮盖住，这样子才能不明显，是不是？这不是说1根白发和100根、200根的问题。我们染发遮盖白发，就是通过视觉让他看到白发和黑发染出来的颜色基本什么接近看上去OK， 看不出来，这个是对的，对吧？是隐藏式的。
那你说1根白发和1000根白发的对比，这个明显度都不一样，你在那胡扯一些什么东西呢？能理解吧？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伪科学就瞎教啊，把这个伪科学记住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东西。